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一次打出租车。小美，你第一次打出租车时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很紧张，但是很顺利啊。我不是说紧张，是关于一个特别的问题。特别的问题，那是什么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到了目的地。是啊，到了目的地就下车。可是司机问你去哪个门？哪个门？我只知道一个地方啊。对，我第一次就遇到这个情况。哦，真的有这种说法吗？当然有，很多大楼都有好几个门。比如南门、北门，是吗？对，或者东门、西门都有可能。哇，这太复杂了，我没想到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只能指着地图跟司机说。哦，地图是个好帮手，真聪明。是啊，所以准备很重要，要记住。我第一次打车是去火车站。火车站应该比较简单吧？是的，但我也很怕说不清楚。发音清楚也很关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练习了好久火车站。哈哈，我也是，生怕司机听不懂。那时我心里一直有点紧张呢。毕竟是第一次，有点担心是正常的。对呀，而且是完全陌生的城市。语言不通会让人觉得不方便。所以提前查好地址特别重要。最好还能记住一些地标名称。比如附近有什么商店或者银行。没错，这样司机就更容易明白了。第一次打车，你觉得安全吗？我觉得挺安全的，司机都很专业。我也觉得，而且车开得很稳。他们的驾驶技术真的很好。对了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堵车？当然有啊，尤其是在高峰期。那时候心情会有点着急吧？有点，但也能看看窗外的风景。换个角度想，也挺有趣的。没错，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种方式。那你现在还会不会紧张呢？不会了，现在打车已经很习惯。我也是，现在感觉方便多了。对，第一次总是最难忘的经历。没错，也是学习新事物的好机会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谢谢大明，下次再聊别的。哈哈，是啊。不过说到打车，你是不是又想到有趣的事了？就是有时会遇到很健谈的司机。哦，这种很常见，聊的内容很有趣。对，是了解当地生活的好窗口。有一次，司机大哥问我去哪里，然后呢？是普通话沟通吗？对，但口音重，我听了好几遍。哈哈，我懂。是不是像在猜谜？差不多。后来我学会了重复地名。确认很重要，避免走错路。没错，还会问走哪条路快。这个太实用了，我经常用它。司机一般都会给你建议的。感觉像有了个免费向导一样。说起沟通，你有没有留意到，
留意到什么？比如礼貌用语吗？对，上车你好，下车谢谢。这是最基本的，让气氛更融洽。是的，中国人很注重这些小细节。还有就是问路的时候，表达要清晰。没错，麻烦您到这个地址。或者直接给司机看地图定位。这方法最有效，省去了很多麻烦。尤其是地名比较复杂的时候。说到这里，小美，你觉得？你是不是想问小费的事？哈哈，你猜对了。打车要给小费吗？通常不需要，和西方不太一样。对，服务费都包含在车费里了。所以口头表达感谢就足够了。一个真诚的谢谢就很有分量。我觉得这体现了不同的服务文化。确实，我们更习惯直接付费，而不是额外的奖励形式。我倒是有一次路线有点绕远了。啊？你如何处理的？有点紧张吧？当时心跳快，但我没直接说。那你是怎么做的？很有意思。我问他，师傅，这条路平时堵吗？高情商，这样就给了司机台阶下。他解释了一下，然后就回正轨了。真是好办法，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。有时候沟通需要一点技巧。哈哈，中文里的圆滑。没错，不过也有更复杂的情况。哦，比如说呢？让我猜猜。比如遇到不打表，直接谈价的。哇，这个就有点考验经验了。对，下次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。这种事你亲身经历过吗？当然有，刚来中国时遇到过。哇塞，怎么处理的呢？那时中文不好，有点懵。是啊，语言不通就更难。师傅说个价，我听不懂。然后呢？当时一定很着急吧？我就拿出手机给他看地图。示意要打表走正规路线吗？也指着计价器示意。那司机最后接受你的要求了吗？他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呼，真是让人虚惊一场啊！主要是语言沟通是关键。没错，这才叫讨价还价。对，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。比如逛市场买纪念品。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司机不打表吗？我猜是想多赚点钱吧。有这方面，但还有些原因。哦，具体来说是些什么呢？有时可能目的地偏远，路线不好走，或者回程空载。宾果，回程可能没课。这样他们就想提前谈好价钱。还有些地方，比如景区。对，我知道，很多地方都这样。大家觉得这种议价合理吗？要看情况吧，有点复杂。但作为乘客，心里没底。是啊，总怕自己被宰了。宰这个字用得真形象。有时甚至有漫天要价。哈哈，没错，就是这个词。那你后来遇到过更奇葩的吗？有一次，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。
哇，这太危险了吧！他电话里还聊着家务事。哈哈，完全没把乘客当回事。我全程都在提心吊胆。你没提醒他注意安全吗？我用中文轻轻说了句慢点。他听懂了吗？有反应吗？他只是嗯了一声，没停。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！所以打车不仅看路线，还要看司机本人，很有趣。比如有些司机特别爱聊天。哦，遇到健谈的，你会怎么做？这可又是另一种文化冲击了。哦，你遇到过哪些爱聊天的司机？哇，可多了，他们真的好奇心很重。是问你去哪儿、做什么的那种吗？对，还会问你的家乡在哪里。哈哈，这有点像查户口了。第一次遇到时，我真的有点懵。你怎么回应的？会觉得不自在吗？刚开始，我只是简单的回答。他们会继续追问吗？有些会，他们很喜欢分享自己的事。我觉得他们是想拉近距离。没错，有次司机师傅问我年纪。哇，这在中国很常见吗？有些长辈会这样表示关心。但直接问年龄，外国人会有点不适。是啊，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才说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用中文吗？我说我今年28岁，很平淡。他听到后有什么反应呢？他笑着说：“小伙子挺年轻的。”哈哈，看来他很满意你的回答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有时要入乡随俗。如果不想聊，怎么礼貌的结束呢？这是个好问题，直接拒绝不太好。中国人好像不太习惯直接说不。对，你可以说我有点累，想休息。或者假装接个电话，假装很忙。哈哈，这是个不错的脱身方法。但我发现有些司机喜欢讲故事。哦，那种滔滔不绝，像广播电台。你觉得我们应该一直回应他们吗？不用，点头微笑，偶尔嗯一声就好。这样他们会觉得我们有在听吗？会的，中国人很注重对方的回应。即使是简单的也表示尊重。大家觉得，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主动和司机聊天呢？我想，可能是路况很堵的时候。或者司机提到一些当地的特色。比如哪里有好吃的小吃店？对，这可是活地图和美食家啊！哇，从司机那儿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是的，他们就像城市的百科全书。有一次，司机给我讲了一个老故事，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还是传说。他说一条街的名字有个有趣的由来。这种口口相传的文化真的很有趣，让我对那个地方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哎呀，下次我也要试着引导司机了。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隐藏菜单。但说到隐藏菜单，我突然想到一种更特别的打车体验。你猜是什么？和支付有关。支付？是说扫码付款吗？对，尤其早期只收现金。哇，
现在简直不可想象了。是啊，那时候很多人都没带现金。司机师傅肯定也遇到过麻烦。没错，找零钱也是个问题。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？大家都开始用手机付款了。是啊，扫码支付真是太方便了。简直是划时代的改变，对吧？记得第一次用，觉得很神奇。我有个朋友刚来中国时，他是不是想用现金支付？是的，司机师傅愣了一下。哈哈，那画面太好玩了。司机说：“没零钱，扫码吧。”他当时一定很困惑吧？对，觉得中国人不收现金。其实是手机支付太普及了。所以扫码这个词很关键。还有您好，请这边走，也常用。大家觉得现在出门还用现金吗？我基本只在特定场合才用。比如去一些老街小店。对，或者支付小费的时候。小费？打车一般不给小费吧？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习惯。这和西方国家很不一样。司机师傅会觉得很奇怪的。哈哈，可能会以为你多给了。不过，有时司机也会特别热情。聊到高兴处，会请你喝水。我还遇到过分享橘子的司机呢。哇，这真是特别的服务。体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。橘子和好客的联系真巧妙，就像过年家里请客一样自然。是啊，这种细节很有趣。还有一次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然后怎么付款的呢？司机师傅竟然有充电宝。太贴心了，这是隐形服务啊。是啊，感觉像遇到老朋友一样。但如果遇到更复杂的情况呢？比如找不到目的地，语言不通。对，或者司机建议走远路。这就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沟通技巧了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怎么解决这些。听起来会很有趣，也很实用。是啊，打车学问还挺多的。感觉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。没错，是了解本地的方式。每次都有新的小发现。没错，尤其第一次打车，充满了各种小惊喜呢。那些瞬间让人印象深刻。从语言到待人接物之道，都是活生生的文化课。比如司机的热情和细心，让人觉得很安心，很暖。就算语言不通也没关系，肢体语言也能帮大忙。最重要的是那份心意。慢慢的就不再害怕了，还能和司机聊上几句。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，这也是学习中文的一部分。是啊，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就能体验到更多精彩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是宝贵的经历和成长。看来今天收获不少呢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就到节目的尾声了。但聊的还是意犹未尽。
哈哈，下次我们继续聊。今天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司机的真诚和善良，小小的举动都很暖心。确实体现了中国人的热情。我觉得第一次打车就像是一场探险之旅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友善。那么，大家第一次打车，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人呢？或者什么有趣的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经验和我们一起聊聊。你们的故事对我们很重要。下次我们会聊聊更实用的，比如遇到语言障碍时，如何有效沟通和解决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。精彩内容，下次见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再见。